晚上好啊！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发生的事件。有个人在爬山的时候突然失踪，他被困在奇怪的洞里整整7天7夜，最后竟然被一条眼镜蛇给救了出来。主角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阿扎鲁穆希。阿扎鲁不是普通人哦，他的体质就比较特别，可以看到一些我们普通人看不到的世界。他那段离奇的事情还上了新闻，也被各大节目采访过。这个经历确实有一点超乎想象。准备好了，那么我们就开始咯。2017年1月22日，阿扎鲁和4个同事、2个朋友的朋友一起去 Bogan Hill 爬山。阿扎鲁的胆子就比较大，他经常一个人进去山里面玩。但是有一点他就比较奇怪，别人进山都会带背包、运动鞋、带水等等，可是他全部的装备就不像是爬山的，就只有长裤、T 恤和一双人字拖，没有了，就连手机都不带。下午4点，他们7个在 Bogan Hill 山脚下集合过后，就出发上山了。虽然山路很狭窄，可是穿着人字拖的阿扎鲁还是冲到了最前面，一下子就消失在了队伍的视野中。大概就过了差不多30分钟，阿扎鲁就已经来到了第2层的山顶。回头一看，那6个朋友竟然还在第1座山还没有下来，于是阿扎鲁就只好停下来等他们。大概过了10分钟左右，当他朋友靠近的时候，阿扎鲁就继续的走。整条路上，阿扎鲁只是遇到2个英国人，当时还帮他们拍了个照。大概在下午6点左右，阿扎鲁就到了第3站的山顶，那里空空的，一个人影都没有。于是阿扎鲁就坐在那边休息，从远处看着那个漂亮的 Gunung Tok Wan， 等着那几个慢吞吞的朋友。等了大概30分钟，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。阿扎鲁前面有个人影慢慢的走向他。刚开始阿扎鲁就以为是他朋友到了，用力一看，不对哦，不是成年人啊，看下去大概就是一个10岁的小女孩。诡异的是，小女孩一个人走，这个小女孩全身披着白色的布，那种白就像是白到发亮的感觉，脸看不清，唯一清晰看到的就只有她那双奇怪的眼睛。这双眼睛瞳孔的颜色很奇怪，是什么颜色也讲不出来。于是阿扎鲁就盯着那双眼睛看，看着看着，整个人就不对劲了。他突然就有一种很奇怪、很平静的感觉，所有的想法、所有过去的记忆都不存在了，头脑一片空白，想开口讲话也讲不到。然后那个小女孩默默地转身，向茂密的丛林里走去。可怕的是，阿扎鲁的身体竟然不由自主地跟了上去，眼睁睁地看着一切发生，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为什么。他就这样乖乖地跟着小女孩，在茂密的草堆里面不断地向前走着走着。小女孩的身影就有一点飘忽不定的感觉，就有一点像幽灵那样。大概走了5分钟不到，小女孩就停下了脚步。这个时候阿扎鲁就发现自己竟然来到了 Puncak Tok Wan 的最高峰。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，如果有去过那边的人都会知道，因为从第3峰去到 Puncak Tok Wan 一般是需要2个小时左右的。可是穿着人字拖的阿扎鲁才走了5分钟，天都还没有黑就到了，真的是太诡异了，几乎不可能啊！到了那里后，小女孩就转过身，还是没有开口讲话，而阿扎鲁也跟着她停了下来。可是阿扎鲁的脑海里面却收到了一个信息，在这里睡一晚。当时的阿扎鲁就很像被催眠那样，他的身体也不能抗拒这个指令。看着小女孩用那个奇怪的手，很快的就把周围的小树枝掰断，然后铺在地上，又把很多树叶放在上面。床铺好后，小女孩就指着那个床，让阿扎鲁睡那里。阿扎鲁还真的傻傻的就躺了下去，然后一阵很舒服的感觉过后，就失去了意识，睡着了。一直到阿扎鲁睡醒的时候，他就发现自己可以思考了，开始清醒了，也可以自由活动了。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件更奇怪的事情，因为阿扎鲁已经不在山顶了，而是在一个奇怪的山洞里面。这个山洞很大很大，地上都是沙，洞穴的深处有一个奇怪的地方，看下去就有一点类似村庄那样的。
当阿扎路试图走向那个方向的时候，却怎么也走不过去。怎样讲呢？意思就是那个村庄大概是距离他前面100米，可是当他向前走了100米过后，那个村庄依然还是在前面100米的地方，所以怎样走都走不过去。就在他迷失方向的时候，神秘的小女孩突然又出现了，而这一次，她身后还有另外3个类似打扮的身影，看起来就像是她爸爸妈妈和一个姐姐。一家4口就慢慢的走了过来，他们都穿着那些白到发光的衣服，脸上戴着面纱，可是就看不清轮廓，就感觉有一层白烟在脸上流动的感觉。唯一可以看清的依然是那双奇怪的眼睛，而有个脸上露出长长的白色胡须，看起来就像是他们的父亲。这个时候，姐姐突然就慢慢的靠了过来，阿扎路瞬间感觉到冷冷的。姐姐的皮肤异常的白，就是白到要透明的感觉。姐姐就用那双大眼睛盯着阿扎路看，然后阿扎路的脑海里就出现了一句话：想不想和我结婚呢？阿扎路当时就吓到不知所措了，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从喉咙里面就挤出了一个词：不要。话一讲完，前面这4个白色的身影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整个大山里面就只剩下阿扎路一个人，又恢复了平静。这个时候，阿扎路是很想离开这里的，可是他的头脑就变到很奇怪。当他一想要离开这里的时候，就会有一股很奇怪的意念侵入他的大脑，让他放弃。这种感觉很难解释，就有一点像思想被囚禁的感觉，反正就是走不出来就对了。就这样，阿扎路在山洞里面渴了就舔石缝上的水珠，也没有饿的感觉。迷迷糊糊的又过了一天。到了第2天，那一家4口又凭空出现在阿扎路眼前。姐姐一样走向前问阿扎路同一个问题：你要不要和我结婚呢？这一次阿扎路就更加的怕了，因为他感觉到要是答应的话，肯定会发生更可怕的事情。于是他又再次的集中精神，坚决的回答：不要。白光一闪，一家4口又再度的消失了。阿扎路感觉到非常的累，感觉有一股力量在控制他，就连离开这里的念头他都忘记了。他就在山洞里面不吃不喝的又过了一天，就很像有一种东西在慢慢吞噬他的意志那样。到了第3天，那一家4口又来了。当姐姐问他要不要和他结婚的时候，阿扎路在巨大精神的压力下，鼓起了勇气反问：和你结婚有什么条件吗？是不是结婚以后我就可以回家了？姐姐点了点头就讲：可以出去，可是每天天黑之前一定要回来这里，从此你就不可以和任何人讲话或者联系。如果答应，你的父母就会有花不完的财富，但是如果你违背了这些条件，将会失去所有的记忆，变成我们的奴隶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听完后，阿扎路的脑海里才想起了自己的父母，想了想，马上又拒绝了姐姐。这一次，姐姐没有立刻消失，她待在原地，用那双奇怪的眼睛一直盯着阿扎路。不知不觉的，阿扎路就失去了意识。一直到了第4天，阿扎路在昏睡中突然就被一个冰冷的东西砸到了他的身体，然后就醒了过来。他惊在的打开眼睛一看，吓到不知所措，退后了几步。因为既然有一条很大的眼镜蛇落在他身上，可是眼镜蛇并没有攻击他，反而是慢慢的立起了前半身，盯着阿扎路看。就在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，又一件颠覆他认知的事情又发生了。眼镜蛇就发出了奇怪的声音，这些声音就一直在他脑海里警告他：不要怕，等下有一道光会照射进来这里，你只要跟着这道光走就可以出去了。当眼镜蛇把这个信息传达后，就一直保持那个姿势一动不动的。阿扎路缩在角落，一直盯着蛇看，看起来这条蛇应该是来救他的。很快的，还真的是有一道光照射了进来。这个时候，又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
那条一动不动的眼镜蛇身体慢慢变得木质化，然后变成了一个像蛇的木棍。阿扎路当时就立刻爬起身，顺手的拿起那根木棍当着登山拐杖，他就鼓起勇气朝光亮走去。走着走着，周围的景象就开始模糊扭曲，仿佛穿过了一道光的隧道。当他终于感觉到脚踏实地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森林。他回来了。阿扎路就一个人在森林里面走着走着，过不久就听到很像有一些人讲话的声音。转眼看过去，后方不远的地方就很像有人。阿扎路就想着终于安全了，于是他就用着沙哑的喉咙大喊救命救命。奇怪的是，后方的那些人很奇怪，他们并没有停下来，而是继续的向前走。阿扎路就边追着那些人边喊救命，追着追着，当要靠近他们的时候，耳边就传来了一句很奇怪的英语声。他就讲，如果你是人，你就摇晃那边的树。过后，阿扎路就用尽了最后的力气，疯狂的摇动那里的一棵小树。最后在早上9点半，阿扎路就被这2位登山游客给救了。英国人也马上联系其他人赶来护送阿扎路下山。下山后，阿扎路就看见了父母，然后就赶去医院。在路上，母亲就问阿扎路这7天是怎么过的。听到这句话后，阿扎路就震惊了，因为他记得他只是在山里过了4天而已。难道这个山洞里面时间流逝的速度和现实世界的不一样？所以在医院治疗的这几天，阿扎路就把他这4天的离奇经历都告诉了父母。然而，诡异的事情还没有结束。因为当阿扎路在病床上休息的时候，那个苍白的姐姐又再次的出现了。她就在病房的角落，静静的盯着他看。可是医护人员进进出出，从他身边都走过了很多次，就是不理他。到了这个时候，阿扎路才发现，原来其他人是看不到这个东西的。不久后，苍白的姐姐就走了过来，然后还是那句：“要不要和我结婚？”这一次彻底清醒的阿扎路就鼓起勇气和苍白姐姐讲：“你为什么偏偏选我？有什么不一样吗？结婚可以啊，可是前提是你要留在我的世界，遵守我的规则，听我的话，可不可以接受？”话一讲完，苍白姐姐就闪烁了几下后，就从病房里面消失了。但是阿扎路知道，她并没有真正的离开。虽然姐姐已经没有向前来求婚了，可是时常还是会出现在远处，用那个复杂的眼神盯着他看，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，就很像在等待某种时机。一直到阿扎路出院过后，神秘的姐姐依然还在远远的地方跟着他后面走。这种无处不在的感觉，差不多就让他崩溃了。母亲知道了事情过后，就当机立断，立刻带着阿扎路赶去吉打州，去找那里一个很有名的女巫师救命。当他们母子俩一进去女巫师家的时候，女巫师就很严厉的来了一句：“快点进来，有东西跟着你们。”过后呢，他们就把这个事情的经过都告诉了女巫师。女巫师就讲，这些不是普通的山精野鬼哦，很可能是古老强大的欧朗姆念。女巫师还讲，你可以逃过一劫，都是因为有一个更强大的精灵，它就化身成眼镜蛇在保护你。经过了一系列复杂的法事过后，女巫师就把一块黄布给了阿扎路，然后很严厉的讲，记住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这个黄布一定要带在身上，睡觉的时候就放在枕头下面。讲来也奇怪，自那天起，苍白姐姐就再也没有出现了。欧朗姆念确实是个谜，那条在关键时刻会讲话的蛇就更奇怪，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救了他。不过我觉得应该是其他的欧朗姆念做了吧。还有就是只有阿扎路可以看到他们，这个可能就是他们想和他结婚的原因吧。所以下次大家去Boga Hill爬山的时候，记得留个心眼啊，最好就不要一个人走。要是看到一些穿着白色衣服的人啊，记得不要看他眼睛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了，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你们的看法，拜拜，我们下期见。